命！救命啊！他摔倒了！班长，把他交给我们吧。直接到急诊室，快！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20.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25.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30. 死亡时间凌晨4点28分。亲爱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别担心，好吗？医生，医生，艾莎，怎么样了？ 真的很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你们两个先单独谈谈，很抱歉。阿夏，阿 Q， 护士，根据孩子的伤势来看，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医生，你要我怎么做呢？我们需要马上报警。我明白。把这些要点记下来。那个男婴是摔伤送进来的，但那个男人说这是意外吗？ 是的，医生检查了孩子的伤势之后，他怀疑这些伤势很可能不是意外造成的。亲爱的，Sir， 我已经问过阿利夫了。阿 Q 摔倒后，他见了艾莎，他们俩商量要怎么处理阿 Q 的伤势。他们一开始以为阿 Q 没有事，照他所说是的，但是后来他们很担心，他们发现阿 Q 失去意识，于是才决定送他来医院。做得好，这里交给我们，谢谢。才9个月大，希望你能够抽出一点时间。 但是我已经把事情告诉了另一名警官。我很明白，但是只要涉及人命的话，我们就有必要把事情弄清楚。艾莎是我的女朋友，阿 Q 是他儿子。他那时候在闹情绪，他一直扭动着。当我关门的时候，他突然动了一下，就摔下去了。阿 Q， 阿 Q， 阿 Q， 然后他就撞在货车里的地板上。他从地板上弹起，然后 落在了停车场地上，而你也这么跟麦克丹医生说的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我看到阿 Q 的额头上有3处明显的淤伤。如果他像阿里说的那样摔倒，应该只有1、2处不太明显的淤伤。你提到阿里给出的时间顺序也很不寻常。他说摔倒发生在午夜前后。 之后大概凌晨1点见艾莎，但是他们凌晨4点过后才到医院。对，我们抢救无效，孩子凌晨4点30分左右被宣告死亡。从发生意外到把孩子送来医院，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这情况在我看来，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伤势不是意外造成的。Sir， 早上好。根据我和哈密掌握的情况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 谢谢。我们先检查那辆货车。当时他的头就撞在货车这地板上，所以孩子摔下来时头先撞到这里，然后弹起来再摔到地上。对，大概在这里。对，先生，我想请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到乌兰警署去。 协助我们的调查工作。好的。Sir， 感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。没事，感谢团队的努力。CID 调查员兼高级助手警长马斯兰和我一起问过阿利夫。是，马斯兰已经跟我汇报过了。 当事人所说的跟孩子伤势不吻合，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从事故发生到阿利夫把孩子送医院，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这一点也需要做清楚解释。我同意，这些疑点都会调查。我先跟孩子的母亲谈谈吧。我们了解你现在的心情非常难受，我们对你的遭遇深表遗憾。
但你提供的信息对我们很有帮助。昨天晚上一切都是很正常，我们一起在商场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阿 Q 打翻了阿丽夫的饮料。阿 Q， 看你做了什么？他又不是故意的，他需要管教，你为什么不骂他？因为那是意外，对不对？阿 Q， 我们去厕所洗干净。来，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被这件事激怒了。他怎么会把阿 Q 带回去过夜呢？亲爱的，你明早要上班对吗？今晚我来照顾阿 Q 吧。你肯定吗？啊，肯定。其实啊，从你哥哥家去上班比较贱，对吗？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这样做，我很开心他愿意为阿 Q 付出。其实阿 Q 是我和前夫的孩子，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儿子笑得这么开心。我那时候在停车场等，因为我还不能回家，我的亲戚还在我家，所以我当时就想，等他们先回家后，再把阿 Q 带过去。你在等待的时候，你是抱着他的，然后他摔倒了。或者你可以再详细的说一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摔倒前发生什么事？阿 Q， 阿 Q， 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不是叫你不要哭了吗？我说不要哭。他哭得很厉害，我真的感到很烦。安静！我叫你不要哭。我不是故意伤害他的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想要他别哭。阿利夫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把他的头按在货车地板上。广告前，嫌犯说出令人震惊的话，调查员接下来会怎么做呢？我们先来看看2025年诈骗趋势的最新情况，稍后回到案件中。2025年通报的诈骗案件数量下降了27.6%，从2024年的51501起，减少到去年的37308起。虽然案件数量下降了，但是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。现在我们来重点看看冒充政府官员的骗局。在这类骗局中，受害者会接到自称来自新加坡警察部队等政府机构的电话，对方会说受害者的银行户头有问题，或者说受害者涉及洗黑钱等非法活动。为了解决这些虚假的问题，受害者会被要求提供他的银行资料和一次性密码。在一些情况下，骗子甚至会说服受害者去买珠宝和金条，然后以帮忙保管为借口，趁机把财物拿走。为了避免受骗，请停下来，先仔细查证。我们说的 ACT 代表的就是添加、查证、通报。查证，当你不确定是不是骗局，就放慢脚步去核实。如果你接到电话或简讯说你的银行户头有问题，或者涉及洗黑钱相关活动，你可以直接挂断，直接联系简讯或电话里提到的机构进行查证。请记住，新加坡政府官员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要求你转账或转加密货币，也不会叫你购买和交出珠宝金条。不确定是不是骗局，可以拨打24小时 Scam Shield 热线1799跟接线员查询。先进行查证总是更安全的，请记住，我们要携手打击诈骗。现在回到案件中。根据案情，我们以故意造成严重伤害罪逮捕了阿利夫。等法医完成了验尸之后，看看法医怎么说吧。Sir， 我们查过了医院那里的闭路电视。阿利夫的货车大概凌晨3点半进入医院的停车场。地下停车场录像拍到，两人凌晨3点51分带着孩子离开货车，凌晨4点11分才到急诊部。阿 Q 凌晨4点28分被宣告死亡。他们这20分钟在做什么呢？或许你可以从头说起。
从阿利夫打电话告诉你阿 Q 受伤之后开始。当他来接我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只是想谈谈。他打电话给我时，声音很紧张。他说了什么？亲爱的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好吗？这不是我的错，要答应我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嘿，没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能解决的。我们在国际商业园那里绕圈开了很久。他完全没有提到阿 Q 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过了很久才说。亲爱的，阿 Q 在后面。后面？他为什么不在家？阿丽，停车！阿 Q 怎么会在这里？艾莎！那时候他才告诉我阿 Q 摔倒了，说他的头撞到了货车，然后摔在停车场地上。阿 Q， 阿丽，我发觉到阿 Q 的身体有一点冷，他怎么没有呼吸了？阿丽，我要带他去医院，但是阿丽却很担心，人家会说是他伤害了阿 Q。艾莎，你冷静一点。送他去医院。不要！什么意思？不要！我不想让人家以为我做错了什么。没事的，这是意外。我们要送他去医院，他没有呼吸了。那时候我哀求阿丽带他去医院，你要我怎么跟医生讲都可以，我答应你，带他去医院，求求你。但是他还是不肯。不然，我们就请个人静静地把他埋了。我拒绝了。你说什么埋掉？我们只要送他去急诊部，医生会知道怎么做的。不要去，艾莎。到最后，阿丽同意了，但是他要我答应跟他讲一样的话。所以你们就用货车把阿 Q 送去医院了。对不起，后来发生什么事我记不得了，我只记得把车停在地下层。你们没有直接去急诊部？他叫我在诗歌等，他去找个地方丢掉他的烂手机。我想他扔在巴士站附近的树丛里。后来我们总算把阿 Q 送到急诊室。Sir， 我找到了。做得好。查看多层停车场附近的闭路电视和警方电眼画面，看还有什么发现。这个送去法政部门检查手机上有没有血迹或者有任何 DNA。好的。孩子，谢谢你们这么快就处理好。法证分析，手机外壳上没有检测到跟那个男婴吻合的血迹或 DNA。你还能提供其他信息吗？完整报告会尽快发给你。非常谢谢。所以阿丽夫的手机可能不是凶器，不过其他闭路电视呢？我们看查到什么？晚上10点08分，阿丽夫的货车开入义顺81街840A 座的多层停车场。法证也分析了阿丽夫的手机，找回了他的简讯记录。晚上10点51分，阿丽发简讯给他父亲，说想把阿 Q 带回家。他父亲回复说他不应该回去。然后晚上11点02分，拍到阿丽夫离开多层停车场。后来他出现在超市附近，超市闭路电视拍到他买了一些东西。当时大约是晚上11点05分，大约5分钟后，他沿着原路走回来。之后他多次打电话给艾莎，直到晚上11点半左右，但艾莎没有接听。艾莎接近午夜才回电，之后他才开车去见艾莎。然后他们一直开车兜圈，直到凌晨3点半左右抵达医院停车场。然后阿丽花时间找地方丢手机，凌晨4点11分才到急诊部。阿 Q 的死亡时间是凌晨4点28分。刘教授来电。刘教授你好，我观察到的是急性硬膜下出血，还有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，基本上就是头颅里面出血，对吗？在我看来，就是这些出血最终导致孩子的死亡。这些伤势是怎么造成的？头部和面部受到钝力撞击，就足以造成这种伤害。你还观察到哪些其他的伤势吗？有淤伤和擦伤，就在鼻子和头皮，还有撕裂伤出现在上唇内侧的系带。就是这些伤势让我一开始就怀疑，这个孩子不可能是单纯的意外摔倒。
其实那个嫌犯已经承认，曾经2次把孩子的头按在货车地板上。那像嫌犯说的那样，把孩子的头部按在货车里面的地板上，会造成这些伤势和出血吗？这要看嫌犯用多大的力气。但如果成年男子对一个9个月的婴儿这样做是有可能的。你详细的说，你怎样把阿 Q 的头按在货车地板上的？阿 Q， 我叫你不要哭，你为什么还哭？我撞了他的头2下，是把他的头按在地板上，但是我只用了一点点力气。我们知道阿 Q 的伤势非常严重，他额头有3处主要淤伤。你有没有用别的方式攻击他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那是什么心态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觉得很烦，因为他一直哭。意思是他当时很不安。所以你这样做，以为他就会停止哭了？是的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伤害他。但结果就是这样。嫌犯已经承认2次用力把孩子的头撞向货车地板，是用力的。在你看来，这样会造成孩子头部和脸部的淤伤吗？会的。如果孩子的头部受到这种钝力撞击的话，就会造成头皮和左边的颞肌内部淤伤，这是我观察到的。这股力量如果通过颅骨传递，就可能伤害大脑。另外，出血和脑肿胀会导致颅腔内压力升高。就算颅骨没损伤，这些伤势还是会发生吗？现在重点是不能只看有没有颅骨骨折，就像这案子它就没有骨折。婴儿的颅骨虽然相当柔软，但还是可以承受相当大的外力而不会骨折。但透过颅骨传递的力量，还是可能造成大脑表面的血管破裂。刘教授，谢谢你专业的分析。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他或者杀害他，我保证。那你为什么那么做？我是一时冲动，听到他一直哭，我很烦就做了。当你发现阿 Q 受伤的时候，为什么打电话给艾莎？我觉得阿 Q 受伤了，他有权知道，因为那是他的儿子。你为什么不叫救护车呢？或者为什么不找你父亲帮忙？他可以下楼帮你。你为什么叫艾莎在医院替你撒谎？我不想让人家以为我做错了什么。那你觉得你做错了什么呢？不，我没有。那干嘛到急诊部之前花20分钟找地方扔手机？当时我的脑子特别乱，想很多事。但你也说过，当时你一直以为阿 Q 还活着，直到你跟艾莎发现他变得越来越虚弱，你才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。事实是，你在那个时候并不急着要救阿 Q，所以你才会开车去国际商业园，想办法掩盖你所做的一切，直到你发现已经太迟了，那时你才把他送去医院。到了医院，你并没有马上带他到急诊部去，你还花时间扔掉你的手机，告诉我们真相。你攻击过阿 Q， 还试图掩盖你的所作所为。到了最后，他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法证人员完成了货车检验，他们确实找到一些血迹，很小的血点。送去做 DNA 分析了吗？送去了，跟受害者的 DNA 相吻合。我想是时候让阿利夫重现当时案发的过程了。你作案的时候是在什么位置？在货车里，这里。你能示范一下第一次怎样把阿 Q 的头猛力撞向货车地板？像这样。接着呢？第二次。这样。从第一次问话，他说是意外摔倒之后，他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但却设法掩盖真相。所谓天网恢恢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。他用编造的故事掩盖罪行，到最后却是证据
替小阿 Q 说话。感谢刑事侦查局的警员展开彻底又全面的调查，那晚的悲剧真相终于水落石出，罪犯也被绳之以法。卫生科学局法医学署的法医也找到对破案至关重要的证据，他们对伤势的分析在破案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。警方将不遗余力地追查这类犯罪行为，确保涉案者依法受到严惩。为了确保公路安全，交通警局定期展开执法行动，取缔违规驾驶者。今晚我们带大家了解其中一次行动。现在凌晨3点，在我后面，交警展开突击执法行动，取缔违规驾驶者。像你看到的，警员正在检查司机、乘客和他们的车子。酒后驾驶不但危险，而且很自私。尽管一再多次警告和严格执法，还是有人在酒后开车，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和自身的安全。交通警察会定期持续展开打击酒后驾驶的执法行动，违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。如果喝了酒，请不要开车。今年初，交通警局对那些必须在2026年1月1号前安装限速器的罗里，展开了一次针对性的执法行动。行动中发现，有不少罗里还没装限速器，当局会对车主采取法律行动。交通警局已经发出了多次提醒，罗里车主需在规定的期限前安装限速器。目前的执法行动还在进行，以追查违规罗里。如果车主没有在强制期限前安装限速器，警方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。没有安装限速器是违法的，违例者会面对罚款，长达3个月监禁或2者兼施。下个阶段，2018年之前注册，最大载重量介于3501公斤到5000公斤的罗里，必须在2026年7月1号前安装限速器。警方强烈呼吁车主尽早安装。交通警局对违反交通法规、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。为了道路使用者的安全，警方提醒驾驶者要遵守我国交通法规。现在知道了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守护每一天。我们又来到《绳之以法》这一集的尾声，我是郑元基警监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请大家各尽本分，共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。再会。